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章。从什么都不懂开始。我怀着几分激动的心情，开始在此记述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非凡经历。直至今日，他本人对此依然坚决反对，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恐怕永远无法将这桩15年来最离奇的警探一案公之于众了。若非最近，显赫的斯坦格森教授荣获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之际，某晚报一篇因无知或大胆歪曲事实而写的拙劣文章，重新揭开了约瑟夫·鲁莱塔比尔那段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希望永远尘封于世的骇人往事。恐怕公众将永远无从知晓黄色房间案件的全部真相。此案曾引发了一系列神秘、残酷且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我的朋友也曾深度参与其中。黄色房间，大约15年前，这桩曾轰动一时的案件，如今还有谁记得？巴黎人的忘性可真大。我们不也几乎忘记了奈夫斯案的名称，以及小梅纳尔多惨死奇案的细节了吗？然而在当时，公众对此案的辩论投入了极大热情，以至于同期爆发的一场部长级危机都显得黯然失色。要知道，黄色房间案件比奈夫斯案早几年发生，但引起的轰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续数月，全世界都在探寻这一悬案的解答。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我们警方洞察力的最严峻考验，也是对我们法官良知的拷问。人人都试图解开这个令人绞尽脑汁的谜题，这俨然成了一道近乎无解的难题，令整个旧欧洲和年轻的美国都为之着迷。请允许我这么说，因为我在此并非虚构，只是转述事实，而我掌握的独家资料能为此事提供一些线索。真相是，我不认为，无论在现实还是想象中，即便是莫格街凶杀案的作者本人，亦或是那些二流的埃德加坡和柯南道尔的模仿者们所虚构的故事中，能有任何案件的神秘性能与黄色房间那浑然天成的神秘感相提并论。这个无人能解的难题，最终却被年轻的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破解了。当时他年仅18岁，只是一家大报社的普通记者。然而，当他在法庭上陈述案情的关键时，他并未和盘托出全部真相，只透露了足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疑点，并为一位无辜者辩护的必要信息。如今，他保持沉默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我的朋友必须开口了。因此，读者们，你们终将知晓一切原委。无需更多赘言，我即将向各位呈现黄色房间之谜，一如格兰迪耶城堡那桩惨剧发生翌日，它最初展现在世人面前那般。1892年10月25日，时报《Le Temps》刊登了如下一则快讯：在圣热内维耶夫森林边缘，奥尔日河畔埃皮奈上游的格兰迪耶斯坦格森教授府邸，刚刚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罪案。昨夜，当教授在其实验室工作时，有人企图谋害斯坦格森小姐。她当时正在与实验室相邻的房间内歇息。医生们对斯坦格森小姐的状况不表乐观。这在巴黎引起的震动之大，难以想象。当时，学术界早已对斯坦格森教授及其女儿的研究工作抱有极大兴趣。这些关于 X 射线的早期研究，后来为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奠定了基础。此外，人们正翘首以盼斯坦格森教授即将在科学院宣读的一篇关于其新理论物质的分解的惊人论文。这一理论旨在从根本上颠覆整个建立在无物创生、无物毁灭这一古老原则之上的官方科学体系。翌日，各家早报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晨报、Le Matin 等报纸便刊登了下文，标题为“超自然罪案”。晨报的一位匿名记者写道：“以下是我们目前所能搜集到的
关于格兰迪耶城堡罪案的唯一细节。斯坦格森教授悲痛欲绝，而从受害者口中又无法获取任何信息，这使得无论是我们记者还是司法部门的调查都困难重重。因此，目前我们尚无法对黄色房间内发生的一切做出任何推断。斯坦格森小姐被发现时，身着睡袍，奄奄一息地倒在房内地板上。我们有幸采访到了雅克爸爸，当地人如此称呼他，斯坦格森家族的一位老仆人。雅克爸爸与教授同时进入黄色房间，该房间紧邻实验室，实验室与黄色房间同在一个独立小屋 pavilion 内，位于公园尽头，距离城堡约300米。当时约莫午夜12点半，这位善良的老人告诉我们，惨案发生时，我正在实验室里，斯坦格森先生还在工作。我整个晚上都在整理和清洁仪器，等着斯坦格森先生忙完好去睡觉。马蒂尔德小姐一直陪他父亲工作到12点。当实验室的布谷鸟钟敲响12下时，他站起身，亲吻了斯坦格森先生，向他道了晚安。晚安，雅克爸爸，他对我说完，便推开了黄色房间的门。当我们听到他用钥匙锁上门并插上门栓时，我不禁笑了，对先生说：“小姐又把门锁上了，她可真是怕那个上帝的小动物啊。”先生正专心工作，没有理会我，但外面却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猫叫。我立刻认出，那就是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那声音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他今晚又不让我们安生了吗？我心想。不瞒您说，先生，直到10月底，我一直都住在亭子顶楼的阁楼里，就在黄色房间的正上方，免得小姐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地方独自过夜。夏天在亭子里消暑是小姐的主意，她觉得那里无疑比城堡里更惬意。亭子建成4年来，每逢春暖花开，她总会搬过去住。临近冬天时，小姐便会搬回城堡，因为黄色房间里没有壁炉。于是，斯坦格森先生和我便留在了亭子里。我们俩谁也没出声，他伏案工作，我则坐在椅子上。我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便瞅着他，心里暗想：瞧这人，多聪明，学问多深。我特意强调我们当时静悄悄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凶手才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突然，就在布谷鸟钟刚敲过12点半时，一声凄厉的惨叫从黄色房间里传了出来，是小姐的声音，她尖叫着：“杀人犯！杀人犯！救命！”紧接着是几声枪响，还有桌椅物件倒地的巨响，听上去像是在激烈搏斗。然后又传来小姐的尖叫：“杀人犯！救命！父亲！父亲！”您可以想象，斯坦格森先生和我立刻跳起来，朝门口冲去。但门从里面反锁着，锁得死死的。正如我跟您说过的，是小姐亲手用钥匙锁上，还插上了门栓。我们想把门撞开，可那门太结实了。斯坦格森先生急疯了，这也难怪，因为我们能听到小姐在呻吟：“救命！救命！”引号。斯坦格森先生发疯似的撞着门，他气得直哭，绝望地抽泣着。这时，我灵机一动，我喊道：“凶手肯定是爬窗进去的，我去看看。”说着，我便疯了似的跑出亭子。要知道，黄色房间的窗户是对着外面的田野开的，要到窗边，就得翻过公园的围墙，那围墙一直延伸到亭子。我沿着围墙朝大门跑，路上碰见了门房贝尔尼耶夫妇，他们是被枪声和我们的叫喊声惊动的。我3言2语向他们说明了情况，让门房马上去找斯坦格森先生，又吩咐他妻子跟我去开公园的门。5分钟后，
门房的妻子和我站在了黄色房间的窗户前，当时月色皎洁，我一眼就看出窗户原封未动，不仅栏杆完好无损，栏杆后的百叶窗也关得严严实实，跟我前一天晚上，不是每天晚上关上时一模一样。尽管小姐知道我活多累种，常说不用麻烦我，她自己会关，总之一切都跟我离开时一样。百叶窗从里面用小插销拴着，可见凶手不可能从那里进来，也不可能从那里逃走，可我也进不去啊。这下可糟了，任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急疯的。房门从里面反锁着，唯一的窗户百叶窗也从里面关着，窗外还有完好无损的铁栏杆，连胳膊都伸不进去，可小姐还在呼救。哦，不，后来就听不见她声音了，也许她已经死了。但在亭子那边，我还能听见先生在拼命撞门。门房的妻子和我又赶紧跑回亭子，尽管斯坦格森先生和贝尔尼耶使劲撞门，门依然纹丝不动。最后，在我们的合力猛撞下，门终于倒了。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先生，我得告诉您，当时贝尔尼耶太太跟在我们身后，举着实验室的灯，那是一盏很亮的灯，把整个房间照得通明。我还得告诉您，先生，黄色房间非常小，小姐在里面放了一张挺大的铁床，一张小桌子，一个床头柜，一个梳妆台和2把椅子，因此借着门房妻子手中那盏大灯的光亮，我们一眼就看清了屋里的一切。小姐穿着睡衣躺在地上，四周一片狼藉，桌椅翻倒，说明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小姐肯定是从床上被拖下来的，她浑身是血，脖子上有几道骇人的抓痕，皮肉几乎都被撕开了。右边太阳穴上还有一个窟窿，正鼓鼓地冒着血，鲜血在木地板上淌了一滩。斯坦格森先生看到女儿这副惨状，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发出的绝望哭喊声真是令人心碎。突然，他发现可怜的小姐还有呼吸，便一心只顾着照料她了。我们则四处寻找凶手，那个企图杀害我们女主人的恶棍。我发誓，要是当时抓到他，我们绝饶不了他。可是他怎么会不在那儿呢？他又是怎么逃脱的呢？这简直超乎想象。床底下没人，家具后面没人，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只找到了他的些许痕迹，墙上血淋淋的大手印，门上有一块同样沾满血迹，没有任何标记的大手帕，一顶旧背雷帽，还有地板上许多清晰的脚印。从脚印看，那人脚很大，鞋底还沾着一种黑色的烟灰状东西。他是从哪里进来的，又是从哪里出去的？别忘了，先生，黄色房间里没有壁炉，他不可能从门逃脱，那门很窄，门房的妻子就守在门口，而我和门房则在那个小小的、根本藏不住人的房间里搜寻凶手，结果一无所获。那扇被撞掉，靠在墙上的门板也不可能葬人，这一点我们也确认过了。窗户也无人能逃脱，因为它依然紧闭，百叶窗也关着，栏杆也完好无损。那么我开始相信真的有鬼了。然后我们在地板上发现了我的左轮手枪。是的，是我自己的左轮手枪。这下我可算清醒过来了。魔鬼可不需要偷我的左轮手枪去杀害小姐。那个凶手，他先是爬到我阁楼的房间，从我抽屉里偷走了左轮手枪，然后用它来行凶。后来检查弹壳时，我们发现凶手开了2枪。不过，先生，不幸中的万幸是，斯坦格森先生当时就在实验室里，他可以亲眼证明我也在场。否则，就凭这把左轮手枪，我真不知道事情会闹成什么样，恐怕我早就进监狱了。司法部门想把人送上绞刑架，这点东西就足够了。
晨报的记者在采访结尾处写道：“我们没有打断他，让雅克爸爸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黄色房间罪案的一切。我们在此如实记录了他的原话，只是为读者略去了他叙述中不时夹杂的悲叹。我们明白，雅克爸爸，我们明白，您非常爱戴您的主人。您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所以您才不厌其烦地重复，尤其是在发现左轮手枪之后，您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对此也并无异议。我们本想向雅克爸爸，也就是雅克·路易·穆斯蒂埃，提出更多问题，但就在那时，预审法官派人来找他，法官正在城堡的客厅里继续进行调查。我们无法进入格兰迪耶庄园，而那片橡树林则在方圆很大范围内被几名警察把守着，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任何可能通向亭子，甚至可能暴露凶手行踪的脚印。我们也曾想询问门房夫妇，但他们也抽不开身。最后，我们在城堡大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等候科尔贝伊的预审法官马凯先生出来。5点半，我们看见他同书记员一起走了出来。在他上车前，我们得以向他提出了如下问题：马凯先生，您能否在不影响您调查的前提下，向我们透露一些关于此案的信息？我们目前无可奉告，马凯先生回答说，我只能说，这是我经手过的最离奇的案子。我们越是自以为有所了解，就越是糊涂。我们请马凯先生解释一下他最后那句话的含义。他接下来的话意义重大，内容如下：如果当局今天进行的勘查没有任何新发现，恐怕围绕斯坦格森小姐所受可怕袭击的谜团，短期内是难以解开了。但是，为了人类的理性，我们寄希望于明天对黄色房间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进行的检查。我将和4年前建造此亭的工头一同进行，能让我们明白，永远不要对事物表面上看似缺乏逻辑之处感到绝望，因为整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知道凶手是如何进入房间的。他从门进来，然后躲在床下等待斯坦格森小姐，但他又是从哪里出去的？他是如何逃脱的？如果在墙壁检查中，甚至在拆除墙壁之后，我已经决定，斯坦格森先生也同意，如有必要，就拆掉整个亭子，都找不到任何机关暗门、藏身之处或任何形式的开口，找不到任何不仅是人，就连任何生物都无法通过的通道。如果天花板没有破洞，地板下也没有暗道，那么我们就真的只能像雅克爸爸说的那样，相信有鬼了。这位匿名记者似乎想在他的文章中暗示，我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是当天所有关于此案的报道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篇。预审法官在说最后一句话，即我们必须相信魔鬼，就像雅克爸爸说的那样时，似乎意有所指。文章以下几行结束。我们想弄清楚雅克爸爸所说的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究竟指的是什么。堡垒酒馆的老板向我们解释说，当地人把一种特别凄厉的猫叫声称为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发出这种叫声的是住在附近林中的一位老妇人，当地人称她为阿热努妈妈的猫。这位老妇人住在森林深处的一间小屋里，离圣热内维耶夫岩洞不远，被视为一位圣人。黄色房间、上帝的小动物、阿热努妈妈、魔鬼、圣热内维耶夫、雅克爸爸，这真是一桩错综复杂的罪案。但愿明天墙上的一记镐头能解开这个谜团。至少，为了人类的理性，我们希望如此。正如预审法官所言。与此同时，据信斯坦格森小姐一直胡言乱语，只能清晰地发出凶手的叫喊，恐怕撑不过今晚了。
最后消息，该报称，治安总署署长已电令派往伦敦处理一桩失窃证券案的著名探长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即刻返回巴黎。